各位国人同胞，这一系列正在加速推动的滥权立法，释放了一个危险的讯号，那就是如果这些法案都通过并且生效，台湾的安全、台湾的民主、台湾的经济、国人的权益以及社会的公平正义，都将陷入立即的危机。这不是民主的展现，这是对民主的侵蚀，更是将台湾推向立法滥权、在野独裁的悬崖边缘。立法滥权、在野独裁，中华民国的总统赖清德又创立了新名词啊！要说这立法滥权，我算是听说过，因为你比如说国会立法也有很多限制啊，像美国的权利法案，开宗明义的就讲了，国会不得通过什么样的法律，比如说限制言论自由啊，不得设立国教啊。那你国会如果要是通过立法设立国教，那就违法了，那就是立法滥权啊。但是在野独裁啊，确实啊没听过，为什么呢？什么叫独裁？独裁都是拥有权力的人不愿意跟其他人分享权力，这叫独裁吗？你比如习近平，我们经常说中共独裁，因为中共呢，他不会允许反对党跟他分享权力的，那这就叫独裁嘛。那你在野党什么意思啊？在野党就是你没有行政权力嘛。你比如说中国大陆的那些什么参政党、民盟啊，什么这些党派、民革啊，他们能独裁吗？独裁不了吧？为什么？因为他没权利，没权利你独裁什么呀？你自己在这过家家呢。所以在野独裁这4个字确实不太好理解啊。所以最近几天大家都在评论嘛，赖清德总统这在野独裁这4个字他到底是怎么想出来的啊？但是呢，我今天这期节目啊，也不是专门批评赖清德总统的，而是赖清德总统在12月15号这天演讲中，他支持中华民国的行政院院长啊卓荣泰，不附属自己刚刚公布的法律，这事就比较有意思了。我支持这样的决定，我要在此向立法院提出最诚实，但也最严正的呼吁，请即刻撤回这些伤害国家、违背宪法精神的争议法案。话说12月15号这一天啊，有财政收支划分法这项法律要公告要实施了啊。但是按照中华民国的宪法啊，这项法律呢必须由行政院院长签字附属才能生效。结果就在这个时候呢，立法院今年11月14日3读通过的财政收支划分法修法案，本人身为行政院院长，将依照中华民国宪法第37条决定不予附属本次的修法。也就是说，不执行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公告的这部法律。结果人赖清德不但没有生气，相反还高兴了。今天行政院卓荣泰院长依据宪法第37条所赋予的权利，已经决定不予附属，坚决阻止违宪乱政法案生效，展现对宪法的忠诚。我支持这样的决定，我要在此向立法院提出最诚实，但也最严正的呼吁，请即刻撤回这些伤害国家、违背宪法精神的争议法案。这事儿是不是特别蹊跷啊？其实啊，这蹊跷的背后啊，彰显了最近一段时期啊，台湾所爆发的一场巨大的宪政危机。我们今天就来讲一讲台湾最近所发生的这场中华民国宪法自从修宪以后啊所导致的宪政危机。这段时间以来，蓝白主导的立法院所通过的种种的法案，已经严重影响到国家安全、社会安定、国家财政永续，也伤害了人民公平的权利，也将使中央政府没有能力应变各种措施。事情的起因啊，要从去年开始讲起啊。去年12月份啊，台湾的立法院，也就是国会啊，通过了一个财政收支划分法的修正案。这个修正案去年12月份通过的啊。那当时通过那个修正案呢，好像是计算中间有些错误，尤其是离岛中间的计算的数据有错误啊，就引发了非常大的争议啊。因为这个国会中间呢，蓝白2个占多数啊，民进党不同意，结果也通过了。那最终通过是今年3月份啊。但是在今年5月份的时候，在野党又重新来修订这个财政收支划分法。我在这里给大家简单讲一下它主要的精髓是什么啊？就是说这个财政收入划分法涉及到税和支出这2项。税就意味着要收这个税啊，到底哪些税应该增，哪些税应该减，这是收。支的话，那就涉及到2个方面了。
中央和地方如何划分，也就是垂直这条线，就中央拿多少钱，地方拿多少钱。另外一个就平行的，平行的你说台湾各个县市，在各个县市里头怎么分呢？那现在蓝白就认为啊，台湾的这6都你拿的钱太多了，6都一共拿了60%多的整个预算呢，那你其他所有的县市加起来一共只有30%多，这不公平。所以在这个不同的区域中间的划分的过程中间，也包括垂直划分过程中间，蓝白都要求什么呢？增加地方政府的这个收税以及开支的这样的一个份额。言下之意，就让你中央拿的钱少一点，地方拿的钱多一点。那因为现在蓝白啊，在地方上执政的县市多啊，民进党执政的县市少啊，所以国民党和民众党都希望增加地方的权利。那民进党肯定不开心啊。那你如果是把这些东西都拿走了，中央这边的支出变多了，收入变少了，那你搞军费预算不就没有钱了吗？但是由于现在国民党和民众党在立法院里头，他占多数，所以呢，他面对这样的一个修法呢，他也没什么办法。修完法之后，在今年的11月14号通过了，呢，那行政院院长卓荣泰就不愿意啊，不愿意他就提出复议，按照中华民国的宪法啊，你行政院你通过自己的复议案到立法院再去审核，结果立法院审核的过程中不同意，今年的12月5号，立法院呢就再议决的过程中间，仍然是否决了行政院版本的财政收入划分法的修订法案。那么按照这个中华民国宪法的规定，也就是11月14号通过的这个财政收入划分法就正式生效了。这个生效按照中华民国宪法的规定呢，你在12月15号之前，中华民国的总统赖清德你就必须签字公告，公告之后这法律就生效了。赖清德总统是没有权利不签字不公告的。那么在12月15号这一天啊，赖清德就签字了，含泪签字了啊，说这个我公告，但公告的过程中他写了洋字，他说这项法案呢有可能会伤害到这个国家的财政收入的存续的问题，也就意思是说我不同意，但是我作为总统，宪法规定我必须签字公告，我没办法，我就签字公告了嘛。结果就在当天下午，卓荣泰就出来说了，那你们签字公告这个法律我不执行，我不附属，因为按照中华民国宪法的规定啊，总统公告的法律也好，行政命令也好啊，行政院院长呢有附属的，就必须附属要签字。那我不附属怎么办呢？不附属就不执行啊。结果这个时候呢，赖清德就出来说了，今天行政院卓荣泰院长依据宪法第37条所赋予的权利，已经决定不予附属，坚决阻止违宪乱政法案生效，展现对宪法的忠诚。我支持这样的决定。我要在此向立法院提出最诚实，但也最严正的呼吁，请即刻撤回这些伤害国家、违背宪法精神的争议法案。这意味着什么？这就意味着立法院，也就是说国会通过的法律啊，那行政院完全可以不执行了。那这你想想，这个国会的多数就没有意义了，对不对？而且卓荣泰这个做法呢，显然是有可能违反中华民国宪法的，因为中华民国的宪法也规定了立法院否决了行政院院长的复议案之后，行政院应当执行，不得再设置障碍。这是中华民国宪法增修文条款里头明确规定的。也就是说，宪法里头给了你复议权，复议权之后呢，那如果还被国会给否决的话，你就必须执行了。在这个时候，你不能再背阁了。但是呢，卓荣泰说的是，你既然中华民国宪法里头规定了，那我行政院长呢有附属权，我附属权不是一项刑事权利啊，它是一项实质同意权，而且历史上也曾经有过。当年郝龙斌他爸，当时郝柏村当行政院院长的时候，对这个中华民国总统任命的参谋总长，他就不附属。结果那人事案不就流产了吗？他说：“你看，这不是一个刑事同意权，是一个实质同意权啊。”但是卓荣泰其实这个解释呢，一般来说搞宪法学的人都认为不认可。为什么呢？因为早期实际上台湾呢是双首长制，真正的双首长制就是行政院院长他是向这个国会负责的，他必须经过国会的同意。他经过国会同意之后呢，由于这个台湾是双首长嘛，一个是总统，一个是阁揆嘛，也就是行政院院长嘛。那么为了防止总统的权力过大，所以给了这个阁揆的附属权，是为了制约总统的。因为阁揆本身对国会负责。但是呢，大家都知道这个后来1997年修宪之后呢，这个阁揆的国会的同意权就被没收了，就没有了。
也就是说，阁揆完全由总统来任命，他变成了总统的执行长。那你想想，这种情况下，你阁揆的附属权，实际上你要制约总统，这项本身的立法本意就不存在了。而事实上，卓荣泰本身的这个附属权，它针对的也不是赖清德啊，它针对的是国会啊，也就是国会你通过这项法律，我不同意，对吧？所以你才知道赖清德看到卓荣泰否决了自己的法案不附属，他还高兴呢，因为是这哥俩是要共同对付国会。但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啊，国会作为这一个国家也好啊，或者台湾这样一个政治实体也好啊，它有最高的立法权呢，这是宪法规定的。如果他通过的决议行政院不执行的话，那就乱套了。你三权分立体制本身就不是乱套了吗？这就形成了第一层宪政僵局。就尽管国会通过了财政收入划分法的修正案，但是卓荣泰通过不附属的方式就直接不执行了。那么在一个正常的国家里面，那如果是行政院跟这个国会之间发生这种矛盾冲突的时候，它还有第三条解决方案，就是双方来申请大法官来释宪。就是双方这个你们到底谁违反了宪法，听大法官的，因为大法官拥有最后解释权嘛。按照中华民国宪法啊，他们的大法官也的确拥有最后解释权。但问题是，台湾的宪法法院已经瘫痪了，瘫痪1年多了。从去年10月31号开始啊，整个台湾的宪法法院就停止运作了。为什么呢？原因也很简单啊，因为按照台湾的宪法法院的诉讼法，大法官一共有15个人。这15个大法官中间呢，开会必须10个人，要通过违宪审查呢，必须有9票同意。但是现在的大法官呢，一共只有8个，你没到法定人数嘛？为什么没到法定人数呢？就是因为到了去年10月31号的时候，有7名大法官到了任期了。台湾的大法官跟美国不一样，美国大法官是终身制，台湾的大法官是有任期的，任期是8年。他要保证每届总统都有权利任命大法官。然后呢，这样交替进行嘛，就体现不同的总统呢他自己提名的这么一个权利啊。同时，你提名的过程中还得经过国会同意。于是，在去年10月30号的时候啊，这有7名大法官就到期任满了，退休了。那退休之后就剩8个了。那按照中华民国的宪法规定啊，你现任总统必须在2个月之内提名大法官，补足缺额，然后这宪法法院才能运行嘛。结果呢，赖清德就提名了2轮。全部被国会给否决了。为什么国会要否决呢？从蓝白的角度来讲也是啊。去年10月25号的时候啊，宪法法院呢就裁决，当时蓝白通过的国会职权法就规定，你总统必须到国会去接受质询，还比如说国会拥有调查权，是吧？等等啊，就这些啊。那么当时民进党就认为你这是属于滥权，结果最后呢，双方就要求申请释宪，就是行政院要求申请释宪，释宪的结果。最后，宪法法院就裁定这个国会职权法违宪，那整个蓝白好不容易在立法院啊通过的一项法律呢，就等于没用了嘛，就归零了嘛。所以这个蓝白就发现了，这个现在的大法官呢，基本都是偏绿的。如果这个时候再补上去赖清德的7个偏绿的法官上去了，那就完了。整个大法院里头不全都是偏绿的法官吗？那我们还玩什么呢？所以你现在给我提名的7名法官，我就不能通过，除非你提名偏蓝的，我认可我们立场的。第一轮把它否决了。第2轮提名的时候啊，实际上赖清德还做了一些妥协和让步，就提名的7名法官中间有2名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偏蓝的，但是啊，当时蓝白也一并否决了，因为蓝白的算计在这儿啊，就是如果我要是就通过2个大法官偏蓝的啊进去了，那你现任8个是偏绿的呀，你现任这8个偏绿的都是蔡英文提名的，你就是2个。你个偏蓝的进去之后，那不还是2比8吗？你能开会了，但是之后我们这边永远是少数，这事儿没法玩。要过你就7个都偏蓝，那8比7中间有1个人稍微犹豫一下，就有可能出台对我有利的这个裁决，对不对？否则的话，我就一律封杀。结果这2轮封杀下来，差不多1年过去了，台湾的最高法院就这样就基本上就停摆了。那你想想，现在你这个府院之争啊，这个立法院通过的法律，行政院不执行不附属，形成的宪政僵局，在最高法院宪法法院这个地方呢就无解。这是第2层僵局。第3层的宪政僵局啊，就在今年的12月19号，就这一天，突然最高法院有5名大法官出来开会了，他们自己开会形成合议庭，
合议庭之后呢，然后就宣布说，去年12月通过的宪法诉讼法本身违宪。你这个宪法诉讼法不是规定了吗？有10个人才能可以开会，9个人同意之后才能裁定违宪。这个实际上是对最高法院运作的权利的限制。他们的理由是这样：你这个对宪法法院权力的限制，侵犯了宪法原则。宪法原则是什么呢？三权分立啊。三权分立过程中间有一项非常重要的权利，属于宪法法院作为宪政僵局过程中间的裁决者。那我们无法裁决了，你不就妨碍我们运作吗？所以你对这种明显有立法瑕疵的这个法律，我们不认可。我们这5个人宣布，你这就违宪了。这是一个方面啊。另外一个方面啊，他们现在5个人开会嘛，现任的宪法法院那个大法官一共有8位，但是开会的只有5位啊。为什么开会有5位呢？因为有3位的宪法法院的法官呢不认可这5位的做法。他们认为什么呢？他们认为宪法法院的法官没有程序自主权。你这个所有的程序自主都是必须来源于国会给你的立法。你这个宪法法院法官开会啊，那有效性的前提是什么呢？有效性的前提就是你这个会议本身必须是合法的，这是一个基本前提。而这个基本前提是什么呢？就是必须10个大法官来开会，你不到10个，你就不合法。你不合法的话，你制定的法律本身就没有法律效率。但是这个5个大法官认为什么呢？说你这3个大法官呢，你长期不来开会，一共49次要评议你都不来吗？你不来的话，那我们就认为你是有意旷课、缺席，包括这就相当于什么呢？你相当于你回避吗？那你既然旷课缺席的话，那我就不能算你这3个人了，你这3个人就不算我们现在大法官这里面的有效人数。所以我们现在的有效人数就是5个，我们5个开会就可以了。我们5个开会就可以宣布2024年的宪法诉讼法本身呢它违宪。最后5比0通过，去年的宪法诉讼法它违宪了。那人家那3名大法官不认可啊，是那3名大法官认为，就是你们现在实际上这是属于什么呢？自我赋权。因为你其实你这个宪法法院的法官呢，你自己啊这个本身的合宪性、合规性啊，不来于你内部的多数决，而就来源于国会给你立法，就宪法诉讼法赋予你的程序正当性。如果你不遵守这个程序正当性，你就没有合法性。没有合法性的情况下，你本身这个会议本身就是非法的。大法官内部就分裂了啊。那么那大法官啊，实际上就是他5个人裁定的决议中间啊，实际上这个争议主要分为2层。第一层就是这个大法官就认为，大法官的权利来源于宪法，并不来源于你国会制定的宪法诉讼法。你国会如果制定的宪法诉讼法妨碍了我们大法官行使宪法权利的话，我可以直接宣布无效。这个呢就有很多争议了啊，就是你大法官可不可以直接援引宪法本身来对国会制定的宪法诉讼法进行裁定违宪。第2层更具争议性的是，就是你按照旧的那个宪法诉讼法来讲，那你现在有8名法官嘛？那么8名法官开会的话啊，也必须得有2/3以上多数裁定才有效。那你8名大法官的2/3多数以后，就必须要有6名。那你现在只有5个嘛，所以你这5名可能就根本不具法律效力嘛。这个呢也形成了一个非常大的争议啊。那另外那3名大法官里头，他们当时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他们也认为啊，这个宪法法院啊长期停摆，对整个台湾制度啊运作是有问题的。但是他提出了另外一个解决路径，不裁定2024年的宪法诉讼法来违宪，而是说这个宪法诉讼法里头啊，当时有一条款，他就规定什么呢？他规定，他说如果宪法法院里头回避的法官人数或者缺额的法官人数啊，他不到10个人了，那怎么办？那么这个时候呢，那又必须也可以组织这个大法官的会议的，也可以组织合议庭的。但这个合议庭有一个条件，就是全体必须都参加，然后呢，必须达到3/4的多数，表决通过才能裁定违宪。他说：“你看，这有个现成的，这个现成的条款呢，我们类推一下，因为当时规定的是回避嘛，那现在呢，由于缺额嘛，由于缺额导致的，那么按照这个条款来运行大法官的最高法院的运作是没有问题的，没有必要直接裁定国会的这个宪法诉讼法来违宪的，因为你毕竟作为宪法法院直接裁定事关宪法本身法院运作条款，
你相当于对涉及到自己法律条款进行裁决啊。那这个呢，就违反我们基本的法治原则，谁也不能做自己法律的主人。所以你看，这双方争得不可开交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宪法法院，我看当时判决完了之后，记者招待会问他那个宪法法院的那个书记厅那书记长就说了，请问一下，那如果假设今天只有5位大法官，然后就是可以做出判决，那如果之后是不是代表说以后大法官其实只要可能1个或2个或3个，那他们其实这样子也可以，就是因为就是为了让案件顺利进行，然后一样决定就是是否违宪这样？那有关于您刚刚提问的那个部分的问题哈，因为案件的那个进行的部分哦，还是一样是属于大法官的那个审判的核心事项。好，那这边基于审判独立，我们这边也不方便表示意见。但是国会能实施吗？我看一下，蓝白现在不认可啊。蓝博现在又提出来了，那陈玉珍金门的立委他说，如果这个逻辑要实施的话，我们最近不是要弹劾赖清德总统吗？弹劾赖清德总统啊，大家都知道很难通过，因为按照台湾的宪法规定啊，弹劾案要成立，你在国会你必须是1/2以上同意可以成案，3/4同意才能够形成决议，形成决议以后还要交公民复决，3/4你同意不了。但是陈玉珍就说了，那既然大法官都说了，你不来的就不算嘛，对吧？你不来的你不算这个份额，那我们按照这种方式，那弹劾赖清德总统就比较容易通过了，对不对？我们可以趁民进党这些立法委员不在的时候，我们通过嘛，很容易就到3/4了，对不对？所以你可以看到，就这样一个条款本身的争议性确实极其巨大啊。事实上，就在那5名法官中间，有一个法官啊，其实他也提了一个不同的意见书。他说啊，回避跟这些法官不来参加会议啊，本身是有区别的。回避本身是一个客观上无法履职，但是这3名法官人家不参加会议啊，他是主动不参加会议，他是不认可你这个开会议的合法性。49次开会人都不来，他不是说他旷课，他是认为你开会本身不具合法性。在这种情况下，你要剥夺他的权利，你不办的算总额，说不过去。我觉得说的有道理啊。更何况我在这里可以补充一点我的意见啊，就是说这3名大法官虽然没有参加这5个人的合议，但是他发表了不同法律意见书，那说明什么？说明这3个人呢，虽然不认可你这5名大法官本身的程序的正当性，但是他相当于参加了合议，只是不承认你这个合议本身最后形成的决议。他们那个不同意法律意见书我也仔细看了30多页啊，洋洋洒洒论述的过程中间，我基本同意。所以说你可以看到了吗？这3个人虽然程序上没有参加，但实质上参加了。那既然实质上参加了，那你如果按照8个人来算的话，你最后形成的决议确实没到2/3多数啊。那2/3多数是6个啊，你最后只有5个人同意啊。所以你说你这个裁定去年宪法诉讼案的违宪本身啊，实际上你到底本身是不是合乎宪法，这就难说了。由此这就造成了台湾宪法的第3层的僵局。大家可以看了嘛，台湾最近政坛乱七八糟的，基本上都是这3层宪政僵局带来的啊。那节目的最后呢，我要讲一下，那么这种宪政僵局啊，到底是怎么形成的？我个人觉得啊，其实本质上来讲，是台湾的宪法经过了7次修宪案，修成了今天这个模样。而修宪当时啊，没有考虑到现实运作中间一个最大的 bug， 什么 bug 呢？就台湾呢，他没有考虑到，就是在立法会、立法院，也就是国会，跟这个总统府是不同执政党的情况下，它的运作过程。你想想啊，当时陈水扁啊，他第1个任期的时候啊是民进党，但是国会呢当时是国民党占多数啊。但那个时候呢，因为民进党第1次这个政党轮替嘛，相对来说呢还比较谦虚啊，或者说他比较收着啊，没有形成太强烈的冲突。在这之后呢，马英九时期和蔡英文时期都是2个政党的完全执政，马英九是总统，国会的多数也是国民党；蔡英文时期呢，这个执政党是民进党，国会的多数也是民进党。
但这一次赖清德啊当选总统的时候不一样啊，3党不过半呢，在国会过程中间，民进党也是少数政党。那么当国会控制的多数跟这个总统府不一致的时候，这时候冲突就出现了。为什么呢？因为过去啊，台湾呢，它是一个所谓的一个双首长制。最早的双首长制啊，以这个阁揆的同意权在这个国会，也就是说，谁当行政院院长，必须国会本身来提议，国会来提议嘛，那你就必须对国会负责嘛。但是后来在1997年修宪的时候啊，这个阁揆的同意权，国会的同意权被没收了，就变成了总统单独提名阁揆就可以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其实国揆就相当于对总统来负责了。但是这个时候就造成一个局面，就是阁揆本身还必须向立法院来负责，但是同时呢，立法院对他呢又没有什么实质的约束权。卓荣泰说了，你要不服，你可以提不信任案呢，你可以倒阁啊。但台湾这个倒阁的设计啊，其实啊也没有可操作性。为什么呢？国会多数确实可以倒阁，倒阁也很容易，1/2同意就可以倒阁了。那么行政院长可能被罢免了。但是你倒阁案成立的时候呢，总统有权解散国会，重新选举。那如果要是解散国会重新选举之后啊，那这一种可能，你这蓝白就不是多数了；另外一种可能，你蓝白还是多数。但你蓝白即便是多数的话，人家赖清德还可以重新任命卓荣泰当行政院院长，那怎么办呢？这还是无解啊，因为他这个内阁制不一样。内阁制的过程中，你这个阁揆啊，就是这个国会任命的，所以你重新选举出来，多数来组阁，多数组阁的结果，那一定符合民意的基础上，同时也拥有行政权。但是呢，你现在你国会重新选举之后，你那个行政权还不是国会决定的，那这个就完全没意义，对吧？所以你可以看到了吗？就台湾的所谓的宪政僵局，就是由宪法本身改过之后啊所形成的 bug 导致的。实际上，世界上多数的那些双首长制国家啊，基本上这个阁揆啊都要尊重这个立法院，也就是这个国会的多数的意愿的。你比如说法国有个总统嘛，也有一个总理嘛。那总理呢，你基本上要对国会负责的，所以它有可能出现总统跟总理本身不是一个政党。但是台湾现在赖清德他不可能任命一个蓝白组合的行政首长嘛，那么这种情况下所形成的冲突就几乎无解，这是一方面啊。另外一方面，咱们讲一讲最高法院。这最高法院也是如此啊。最高法院这个法官不是终身制所导致的，它带有比较强的政党倾向，这没办法。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表面上来看，总统提名，国会来同意，给人感觉是形成一个双方共同能接受的人选。但是现在结果是卡在这儿了。那么国会认为，我如果要是同意2个进去，我也没有用，我干脆我就必须你这7个都符合我的心意，我能通过。那这个国会的这个同意权，事实上变成了否决权，其实也不是特别合理。因为总统本身的提名权还是要符合总统本身自己的选举意向嘛，选人意向嘛。如果完全由国会来决定了，那你这个权利交给国会就行了，对吧？在这个过程中间，有几个国家的人家那个选择方式啊，相对来说更具参考性。你比如说韩国就规定总统可以提名1/3，不需要国会同意；国会选拔1/3，也不需要总统同意；最高法院再提名1/3，也不需要总统跟国会同意，各选1/3嘛。那各选1/3的情况下，形成一个宪法法院，那大家各个层次的民意就都可以实现了。那这个可能啊，相对来讲更合理一些。台湾所搞的这个总统提名，立法院同意的这个结果，现在看来运作是有问题的。就是在跟我们相同的这个或类似的民主国家里面，那有没有其他国家也有像我们类似这样，就是只有1/3的大法官就可以做出相关的判决？谢谢。对，因为这部分并不是我们本件案件审理的标的，所以这个部分书记庭没有办法说明。另外一个方面呢，制度 bug 就在哪儿呢？就在于啊，那如果形成了宪法法院的僵局，一直补不上来，就只有8个人，又没法开会，怎么办呢？那这种情况下，那你比如说德国就规定，你如果选不上来，那我还按照旧的人选继续来维持宪法法院的运作，保证宪法法院可以正常实施。那这是一种方式啊。另外一种方式呢，你比如说有些国家就规定，那你既然你们选不出来，那我就在最高法院里头抽签决定法官来补足空额，等你们选出来，我们这些临时的再退职就好了。
也保证这个最高法院可以正常运行。但台湾的法律呢，当时制定这个宪法诉讼法的时候，没有考虑这个 bug， 所以导致宪法法院一直停摆了1年多，这本身其实也是有问题。所以你可以看到了吗？就台湾这个千疮百孔的宪法运作到这种情况下，在朝小野大的情况下，在政党恶斗的情况下，所有的那制度中间的问题就全部曝光了，形成了这次的宪法危机。那这次宪法危机到底怎么解决？我们现在不知道啊。我看蓝白还准备要弹劾这5位大法官呢，我不知道能不能成啊，还要弹劾这个赖清德总统啊。总而言之，现在导致的结果就是立法院通过的法律，行政院不执行。然后呢，这双方形成的僵局呢，这个宪法法院运作本身试图重新运作复活啊，本身它的合宪性又受到了宪法法院内部的分歧以及外界的质疑。要知道，一个宪政体制的运作，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什么？依赖于大家对宪法法治原则的信仰和尊重。如果大家都在这里头拼命的找漏洞，拼命的在这个过程中间利用我们正大利益的最大化，那实际上再好的制度啊，最后都没法运行。我前一段时间我看台湾有一个宪法专家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一句话，他说啊，任何再好的制度都必须有民主素养相当高的人来运作，这实际上是民主制度啊一个非常大的前提。你想想，宪法法院啊，本身这些人没有枪没有炮，像美国的宪法法院，他出台的这个裁决，为什么美国的行政院可以执行呢？为什么美国的国会要予以尊重呢？实际上这是内心里大家对法治的信仰。如果最终这个法治的信仰没有了，大家都可以自主再造程序，大家都可以随便的利用法律的漏洞否决对方法律所规定的程序，那最后呢，整个制度那就变成了摆烂。说句心里话，今年的台湾呢，多多少少已经有点这个意思了。虽然我过去啊经常批评台湾啊，但台湾是我们华人社会中间啊，在践行民主制度过程中间，应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实验田。从我内心来讲，我一点都不希望台湾社会啊真的进入到一个宪法危机。但台湾今天的制度困境在哪里头呢？就是由于他把修宪的门槛定得特别高，为了防止修改什么领土啊、国旗啊、什么的国家独立啊等等啊，那么现在的宪法几乎不可能再修宪了。因为你动宪法的话，你必须是国会3/4以上同意，交公民复决再加1/2，没有可能通过。那既然没有可能通过宪法修正案，那现在的宪政僵局对于今天的台湾政坛来说就是无解的。那只能乱到什么时候？在我看来，至少要乱到2026年，甚至乱到2028年，最终通过民意的选举来解决。但是比较可悲的是，如果到了2028年继续变成一个朝小野大的局面，比如说民进党依然获得了总统的席位，然后呢蓝白加起来仍然获得了立法院的这个多数，那么这种宪政僵局啊，可能还会一直持续下去吧。好了，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各位。滥权立法正为国家和国人带来前所未有的威胁，不仅是财划法与反联改的修法，更令人担心的是，现在国会正强行推动的，还有一系列对国家国人带来重大威胁的滥权立法。这一连串的修法行动缺乏朝野充分讨论，甚至违背宪政原则。我们看到，再过2个多礼拜就是2026年，但明年度的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到现在都还没有开始审议。最近印太周边的情势因为中国的各种单边威胁而进一步升高，攸关我国提升战力的国防特别预算却被刻意搁置，政府的重大施政、国家安全的强化面临停摆。在全球供应链重整、排除红色风险的当下，在野党强行推动了离岛建设条例的修法，要让中国的资金、产品在我们的离岛洗产地。他们也提出了国基法的修法，让来自中国的新住民在担任公职时可以免除必须单一效忠我国的义务。在全民厌恶贪污、期待廉政的同时，在野党正推动修法，除了让5万元以下的贪污免除刑责，也将贪污助理费的犯罪行为除罪化，甚至更立法要把公费助理的经费
直接纳入立委的私囊，助理的权益将无从保障。另外，选举的公正攸关民主运作，但在野党正在强行推动的法案，还有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企图将初选的贿选行为合法化，同时修改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让受到缓刑的罪犯可以继续参选，进而左右国家的施政方向。各位国人同胞，这一系列正在加速推动的滥权立法，释放了一个危险的讯号，那就是如果这些法案都通过并且生效，台湾的安全、台湾的民主、台湾的经济、国人的权益以及社会的公平正义，都将陷入立即的危机。这不是民主的展现，这是对民主的侵蚀，更是将台湾推向立法滥权、在野独裁的悬崖边缘。